从此在诸神万界的神州之地，又多了一方极其庞大的新生神秘势力，直接是超越了诸神万界的其他超神势力，成为一方超神巨擘势力。也就是随着神元宫这等超神巨擘的出现，那神指联盟也是收敛了很多，不然神指联盟怕早已统治了整个第一等级世界。之后，神指联盟的高层决定将神元宫那位公主的消息封锁，除了神指联盟的高层和核心人物知晓外，其余的神指联盟成员皆是不得而知。毕竟神指联盟乃是第一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存在，如此巨无霸的联盟神势力都有些忌惮神元宫，那么此消息传出后，对于神指联盟的地位必定会有所动摇。所以从另一个方面看，这超神巨擘神元宫算是制衡了如今第一等级世界中的巨无霸神指联盟。在第一等级世界中，只有那些超级神之才知晓神元宫的那位公主乃是一位神界中的大传奇人物，那是连神指联盟都极为忌惮的传奇存在。而此神界的大传奇便是元尊周元。元尊所创立的神元宫，仅仅还只是过了数万年的时间，便是成为了大千世界中的超神巨擘势力，其底蕴也已经远远超越了诸神万界中的那些超神势力，不然也不会让神指联盟都对都有些忌惮。在这神州之地，乃是于整个诸神万界中能够与元尊齐名的传奇存在，几乎是屈指可数。虽然说此时在场的这些都是前10神势力之一的宗主级别人物，也都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若要与那诸神万界的超神巨擘神元宫相比的话，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以神元宫的实力与底蕴，就算现在出现的不是那位神界的大传奇元尊，但那神元宫中无疑不是一些天赋卓绝、实力非凡的超级神之，任何一位出现者都足以吊打这第一等级世界中的所有神势力，甚至脑廓是一些寻常的超神势力也不在话下。更何况如今这2位绝美女子，其身份更是不简单，因为她们2位乃是元尊的2位妻子。至于为什么最后都成为了元尊的妻子，一切缘由皆是从他们这位拥有同一个孩子的雨涵说起。在场的这些神势力的强者早已经目瞪口呆，萧炎也同样是有些震惊的抬头望着那2道极为苗条身材的倩影，他显然也是没有想到小龙雨涵竟是如此有身份地位之人，而且他们的母亲极其之强，隐隐感觉到他们2女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神圣气势，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天地的所有气运尽数朝着他们汇聚一般，令得天地4世要崩塌而下。这是一种真正的强大。所谓超级神指强者，当如斯，正是来自神元宫的2位主母苏有薇和武瑶2道那清脆而响亮的声音在这片天地间传荡而开。在苏有薇和武瑶师展出如此可怕的力量之后，就算是武林拳魔，那原本面庞上的戏谑之色便已是尽数的收敛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凝重之色，显然已经在苏有薇和武瑶的身上察觉到了相当危险的气息。这种气息让得他都微微感到一惊，因为他已经发现眼前是这2位神元宫的主母，给他有着危险之感，比起当年全盛时期的上古圣主似乎更为的强大一些，这让得他心中有些不可思议起来。没想到这突然起来的变故竟是神元宫之人，一个令得神指联盟都有些忌惮的超神巨擘势力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这对于他而言可不算是什么好消息。没想到今日我武林拳魔还遇上了神元宫之人，还真是有些令人震惊。不过只要不是那位元尊亲自前来，凭你们2人怕是无法将我阻拦。虽然说你们的神魂很强，但是想要抹杀我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我要走，你们也无法将我留住。武林拳魔低沉出声，如果今日亲临的是神元宫那位神界大传奇的话，或许自己今日必将陨落于此，但眼下面对着2位神元宫的主母，那自然是能够全身而退的，毕竟他的实力在9大拳魔中也算是中等级别的存在。苏有薇则是微微一笑道：不知你在9大拳魔之中属于什么层次？没想到你对我们灭神府倒有些了解。那位武林拳魔闻言也是有点惊讶的道，他深吸了一口气，眼神也是在此时变得幽暗下来。本拳魔乃排名第5，所以被称之为武林拳魔。苏有薇和武瑶的眼神显然也是在此时微微动了动，旋即道：原来是排名第5的武林拳魔，听闻你不是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消失，没想到如今却是在这里出现，并且还能够知晓如今神界如此多的信息。虽然说只是排名第5的拳魔，但是他的实力在9大拳魔中都已经算是中等实力了，堪比5重天卫神的强大存在。这就是我们灭神府中独有的魔技里的一种罢了。你们所知晓的东西，还只是我们灭神府的一点皮毛而已。我们灭神府真正的秘密，可不是你们这些人能够承受的了。就算你们真的知晓了，那么你们的下场将会更加惨重与震惊。所以，你们想要再次抹杀我是不太可能，哈哈哈。那武林拳魔的语气低沉，在其身后，滔天般的黑气开始渐渐的涌动，连空间都是在此时开始逐渐的崩碎而下，一股恐怖的魔威悄然的弥漫开来。面对着武林拳魔的率先出手，苏有薇和武瑶2人也是不敢怠慢，直接运转体内的强大神魂力量，然后对着武林拳魔淡淡一笑。他们能够感觉得出，此时这位武林拳魔的魔之力量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就算是恢复了，在苏有薇和武瑶2女的全力联手进攻下，也得灰飞烟灭。阳明剑一绝，龙皇气运，龙皇天下。
当他们的话音落下后，苏有微玉手之间青紫色闪耀，紫青长剑从地面上飞射而出，最后跳入掌中。长剑周身有着星光璀璨萦绕，极其的神秘无比。然后对着下方的武灵拳魔轻轻一斩，下一刻，那长剑便是射出一道紫色星光，幻化成剑影，划过之处，所有的空间尽数塌陷而下。这一斩落下后，仿佛是有着一道紫星剑意洞穿虚空，直至武灵拳魔的上空。紫星剑意呼啸而至，在场各大神势力之人皆是浑身汗毛倒竖，眼中有着一抹惊骇之色出现，毫不犹豫地催动了体内所有神力护体，因为他们在这一剑之中感受到了一种毁灭的剑意，就连称之为剑神宗主都是面色惊骇。原本他就对剑道的造诣极深，可是现在感受到苏有微施展出这一剑时，竟是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剑道造诣，直接让他这位剑神有些不知所措。原本以为自己对剑道的领悟已经是第一人，结果苏有微的这一剑更是刷新了他对剑道的新认知。而另一处，所有各大神势力之人都是陡然间感觉到，这天地间竟是有着异样发生，仿佛所有的天地气运尽数的从四面八方涌来，一股极为特殊的力量弥漫天际。很快，那处虚空上竟是传出一凤鸣之声，紧接着就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紫金色龙皇，展开翅膀不断的扇动着。随着紫金龙皇的翅膀扇动间，竟是在周遭的空间上形成了数道风暴，威力极其恐怖，并且龙皇的身上散发出了可怕的气运之力，拥有着能够毁灭天地、君临天下之威能。气运一说颇为的玄妙特殊，因为气运之力可不是人人都能够获得，只有出生时，气运之力便是与生俱来，后天是无法修行的。一旦出生时有着气运之力伴随，无疑不是一名修炼天赋卓绝的天之骄子，甚至对于一些修炼之路上的顿悟和领悟，都比寻常修炼者更加的有优势。换句话说，拥有着气运之人，正常来说会在修炼之路上走得更远，个个都是经验绝伦之辈。但是拥有天生气运之人，却是极少数的存在。就算是整个大宙中拥有气运的诞生者，都是屈指可数。气运之力虽然极其的特殊强大，可是拥有者皆是寥寥无几。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当他们施展出气运之力时，为何武灵拳魔会直接断定他们就是神元宫的人？因为有着气运之力这种特殊力量，唯有神元宫的那些人才会拥有这等特殊玄妙之力。紫星剑意和那龙皇气运对着武灵拳魔当空落下，竟是以闪电般的速度，便是唰的一下诡异的消失不见。紫星剑意和龙皇气运来得快，消失得更快，但在那些各大神势力之人看来，这并不是消失，而是速度已经超出了他们眼睛所能观察到的极限，仅仅不过数息的时间，便是消散于天地间。无数道视线都是死死地望着武灵拳魔的所在方向。此时的后者周身竟是有着极其黑暗的魔之力量在疯狂地涌动，而见两道强大的攻势朝着自己闪现而来时，令得武灵拳魔都感到了一股危险之气，当即也是面色有些凝重起来。他紧紧盯着虚空上那两道倩影，对于苏有微和武瑶，其眼神深处充满着浓浓的忌惮。若是他在全盛时期的话，他自然是要好好的与这两位神元宫的主母斗上一斗，但此时他的实力显然远不及巅峰时刻。不过这武灵拳魔毕竟也非寻常之魔，即便是这种时刻，也是很快收敛起了心中的波动，能够在当年与上古圣主的对战中，并且最后棋高一筹，不得不让的上古圣主只能选择牺牲，才能将其封印而下，就足以证明武灵拳魔的非凡力量。在五重天卫神之中，或许武灵拳魔还不惧任何一位超级神之，毕竟他是令神界那些神祇都惧怕的魔物，所以即便此时是面对着眼前这两位神元宫的主母强大攻势，他的心中也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慌乱之色。那就让本拳魔瞧一瞧，神元宫的两位主母究竟是何等实力。武灵拳魔的语气极为的低沉，旋即他也是猛地一步踏出，顿时间黑暗的魔之力量犹如是巨大的浪潮一般，直接是从其身上疯狂的席卷开来。拳魔化天地，随着暴喝之声响起，只见的那里的大地皆是开始迅速的化为黑色色彩，大地之中粘稠的黑气不断的升腾而起，短短数息之间，就将整个上古圣城的大地全部被转化成为了一方魔土。所有在场的神之强者皆是能够感受到，在这上古圣地之中，几乎连天地间的那一丝神元之气都是在此时被这股拳魔的力量所燃脂。如果此时不是苏有微和武瑶在场，恐怕在场的这些各大神势力之人都会被这些黑气中的魔之力量所沾染，而一旦被这些可怕的黑气沾染上一点的话，都无路可逃。而面对着那不断扩张的魔土，苏有微、武瑶二女见状，直接手印一变，无形的强大剑意和气运之力便是朝着这片天地间呼啸而出。可怕剑意和气运之力的所过之处，直接令得那些漆黑的魔土发出刺耳的异常之声，不到片刻间，就将刚刚这黑色的魔土上的黑气硬生生的逼退大半。见状，那武灵拳魔的眼皮也是忍不住的跳了跳。在曾经，他可没少和神界中的那些超级神祇交过手，其中也不乏有一些天资卓绝的神祇强者。可是这些天资不凡的超级神之，都是败在了武灵拳魔的手里。当自己的拳魔化天地被阻断时，也并未有太多的慌乱，反而是深吸一口气，身躯上的魔之力量仿佛在这一刻全部被凝聚在了其手臂之上，当即脚掌猛然跺下，
魔技吞天手。顿时间，那魔土直接是在此时崩碎开来，随着大地的裂开，无数道浓郁的黑气冲天而起，在那滚滚黑气中蕴含着无尽的黑暗与魔之力量。只见的一只无法形容的黑色巨手自大的深处伸了出来，那只黑色巨手出现时所散发出无尽的黑暗之感，可吞天地，可遮日月星辰，在这一掌之下，恐怕能够瞬间将一座大陆给毁灭殆尽。所以当见到这只魔手笼罩而来时，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是纷纷色变。他们平日里也算是高高在上，在神势力之中都是可享受着位高权重之名，然而眼下他们方才知晓，一旦跨出4重天位神的门槛，达到5重天位神之时，才真正的感觉到4重天位神和5重天位神之间究竟是何等的鸿沟差距。下一刻散发出无尽黑暗的魔手所过处，空间尽数的崩碎，化为一片的黑暗。而此时很多神之也是发现，在那魔手中竟是生有着一张漆黑的巨嘴，那漆黑巨嘴宛如一个黑洞，可将天地间的一切都能够将其吞噬而尽。只要落入其中，就算是4重天位神的神指强者，都将会在顷刻间被硬生生的化为虚无，甚至连5重天位神在对抗这等黑暗巨手时，也讨不到任何的好处。那种感觉，仿佛是只要任由那魔手不断的吞噬下去，恐怕连一座超级大陆都会被其尽数的吞噬消灭。这武林拳魔不愧是9大拳魔中的中等战力，但他知晓，面对着苏佑威和武瑶的强大攻势，寻常的手段对他们则是根本毫无作用，所以也完全没有留手的打算。一出手便是强横的大杀招。要知道，当年进攻上古圣地时，不知道有着多少上古圣地中的那些神指强者都在他这一手之下化为尘埃，而如今他也要将神元宫的这2位主母彻底的将其败在他这一巨手之下，真是好恐怖的力量。难怪就连全盛时期的上古圣主都不能取得胜利。萧炎也是在此时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他望着虚空上那巨大的漆黑魔手，那种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有点超越他的认知范围了，同时也让萧炎认识到了灭神符的底蕴真是可怕到了极点。这武林拳魔并不简单，灭神符乃是神级的超神势力，底蕴可怕强大不说，还是极其神秘的存在，很少超神势力都不敢与之有着一丝的针对。因为曾经有一道超神势力无意间招惹了灭神符的人，一夜之间这道超神势力就人间蒸发了一般，永远的消失在第1等级世界中。此时小拢站在萧炎的身旁，便是偏过头来对着萧炎有些极为凝重的说道。见到小拢都如此严肃地评价灭神符的可怕，萧炎的内心也是一阵阵的骇浪惊人。难道说不只有上古圣地遭受到灭神符的毁灭，其他超神势力也同样如此？萧炎说出这话时，都有一种无比震撼全身上下之感。要知道，超神势力代表着什么？那乃是第1等级世界的超级神势力啊！如此强大的超神势力都能是被灭神符一夜之间将其剿灭，任谁都不敢相信，简直非常的令人难以置信。究竟是多么可怕的存在，才能够做到这一般可怕的手段？在萧炎如今看来，这灭神符的确极为的不简单，甚至比起神指联盟，这灭神符更加的让人战栗骇然，充满着未知的神秘。小拢刚欲在说什么时，一旁的雨涵则是兴致勃勃起来，打断了小拢欲出的话。这个我也知道，萧炎弟弟是否想知道这道超神势力被灭神符消灭前有多强吗？当即萧炎直接是竖起耳朵，仿佛在听一件非常感兴趣的故事一般，点点头。这超神势力乃是无量神界的5大超神势力之一，名叫元法山。而这位元法山的山主乃是一名6重天位神的超级神职，可就算如此，还是被灭神符给一夜之间剿灭干干净净，就连这位6重天位神都生死未卜。而出手之人乃是9大拳魔之中拥有高等的战力三灵拳魔。最后4字一出时，更是让萧炎头脑瞬间放空，一股酥麻之感弥漫全身。6重天位神都被灭神符的这位3灵拳魔击败，如此而言，这3灵拳魔的实力恐怕至少都是7重天位神了。那神元宫的2位主母应该没问题吧？萧炎震撼之余，悄悄地说道。眼下雨涵的这2位母亲，可是萧炎等人以及所有各大神势力之人的最后一仗。万一他们都失手的话，恐怕他们这里的所有神之都将会被那武林拳魔吞顷刻间的抹杀。但对于小拢和雨涵2人倒是显得很淡然，因为他们可是非常了解苏佑威和武瑶的实力。道：我这2位姨娘只要联手，就算是武林拳魔在全省时期，他们都有着一战之力。而眼下对付这刚破风而出的武林拳魔来说，更是能够轻松的应对。听见小拢这么说，萧炎也是点了点头，旋即微微的松了一口气。这武林拳魔全盛时期的状态下，必然极其的可怕强大，不然的话，连5重天位神的上古圣主都必须做出牺牲为代价将其封印。况且上古圣主还拥有2道神器，朱龙剑和上古阵魔塔力量的加持，以及1道大神技古通化灵阵。可即便如此，当初与这武林拳魔的激战却依旧是败了，这就足以证明这灭神府的武林拳魔也绝非简单。这些魔物究竟是什么来头，竟然都能够击败同境界的上古圣主？萧炎也是暗自咂舌，对于这些灭神府的魔物之人有着十分的厌恶和憎恨之心。但是以如今萧炎的实力，自己再如何抗拒灭神府也无法改变什么，只有自己日后变得足够强大时，或许才有所改变。而在他们
这短暂的交谈之间，远处的虚空上，只见的紫星剑翼以及那紫金龙皇已是出现在那数万里大的魔手之前。与那魔手相比，紫星剑翼和紫金龙皇则是渺小的犹如尘埃一般。但是这尘埃般的两道攻势，却是让的那武林拳魔的面色巨变，眼中掠过了一抹震动之色。再然后，他毫不犹豫地爆射而退，无尽得黑暗之气在前方形成了数百万道的魔气屏障。下一刻，那紫星剑翼和紫金龙皇直接与那漆黑的巨大魔手碰撞在了一起，瞬间一股无法形容的冲击波爆发而开，即席卷整个天地，就连上古圣城的上空空间都是在此时格外的扭曲以及崩塌而去。那滚滚可怕魔之力量几乎也是在顷刻间彻底的爆发。那一道魔手在与那两道可怕的攻势下僵持了片刻后，竟是在各大神势力之人那目瞪口呆下，直接被紫星剑翼和紫金龙皇中的气运之力硬生生被冲击震碎而去。那武林拳魔这般恐怖的全力一击，竟然被苏佑威和武瑶二人的联手对敌下就这样轻易的化解开去。无尽的剑意和气运之力冲刷而过至那数百万道的魔气屏障上时，也是疯狂的被彻底的摧毁崩裂。最后这两股可怕的力量直接洞穿了空间，直至那暴退而去的武林拳魔。顿时间天地震动，武林拳魔所在的那一片空间直接是被硬生生的轰碎成了空间碎片。那里原本滔天般的无尽魔之气息，更是在此时在这两道可怕的攻击下消失得干干净净。随着双方之间的强大攻势之间的对碰下，无穷无尽的能量冲击波铺天盖地的肆虐开来，连这片天地都是在疯狂的颤抖着。而刚刚那碰撞出的空间，那里呈现塌陷的状态，方圆数万里的区域一片黑暗，仿佛其中有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在这种爆炸之下被毁灭。望着这一幕，那些各大神势力之人皆是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眼中满是惊骇之色。显然是没有想到这两位惊艳无比的神元宫主母所施展出来的力量，直接是把他们吓得不轻。他们丝毫不会怀疑，如果换作是他们的话，恐怕早已经化为天地间的尘埃。这就是神元宫那两位主母的力量吗？这也实在太恐怖了吧！诸多强者心中感叹不已。灭神府在第一等级世界中，诸多超神势力都不敢轻易招惹，因为招惹了灭神府的那些超神势力早已经消失不见。而如今能够不惧灭神府，甚至直接选择正面抗衡的，也只有神元宫了。毕竟随着神元宫的崛起，成为超神巨擘势力，位居所有超神势力之上，所以就连神指联盟这等巨无霸也都不敢轻易的选择招惹神元宫。有着那位神界大传奇元尊坐镇神元宫，从此灭神府就多了一位真正敢于与之对抗的大人物存在。那武林拳魔应该是陨落了吧？萧炎等人也是望着那一片黑暗的空间处，面对着两道毁灭般的强大攻击，想来就算是武林拳魔也得受到致命的重创。就连小龙和雨涵二人也是点了点头，毕竟苏佑威和武瑶先前所施展的那一招的确是非常的恐怖如斯。谁都没想到神元宫的这两位主母出手竟是如此的干脆利落，上来就直接一个大招丢过。这种程度的可怕攻势，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武林拳魔，怕都是有些吃不消吧。然而就在天地间的众多神之的目光带着一丝紧张之色望着那片黑暗空间处时，下一刻顿时让他们的瞳孔微微一缩，神色猛地一凝。只见的那片黑暗的空间最深处，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道狼狈无比的魔影。那道魔影正是被苏佑威以及武瑶联手攻击之下正中下怀的武林拳魔。只不过此时他的身躯表面竟然是布满着裂纹，以及黑色的血液大量的流了出来。他的双目一片狰狞的猩红，显然是极为的震怒无比。他堂堂武林拳魔，今日竟然会被这些人给所伤，甚至是重伤，真是有些顽强。苏佑威和武瑶二人也是喃喃出声，但倒是并不意外。毕竟这位就算是全盛时期上古圣主，再加上两道神器力量的加持，都未能将其抹杀，就足以他的不简单之处。虽说武林拳魔没有当场陨落，但谁都能够感应得出来，他还是被先前的那两道攻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势，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魔之气息都是有着明显的减弱。此时他的面庞上竟是带着一丝诡异之色，下一刻他的眉心处竟然长出了一道黑色诡异的印记，而后在这印记之上有着黑色液体流了出来，遮掩了两只那猩红的眼睛。随着黑色血液流进那猩红的眼睛时，一道可以用肉眼看得见的一团黑雾飘荡而起，最终在他的身后凝聚出万丈高大的黑雾魔影。那是什么？这魔物又施展了什么可怕的秘法？各大神势力的那些宗主面色极其的骇然，个个都是惊呼出声道。而最后那武林拳魔的身躯像是被蒸发了一样，逐渐也化为这些黑雾，涌入那万丈之大的魔影之中。既然你们想要置于我死地，那么就随本拳魔一起陨落吧，让你们见识一下第二魔技的可怕。第二魔技，魔影灭界光束。那武林拳魔的猩红双目望着苏佑威和武瑶二人，旋即他的一声咆哮下，那万丈之大的黑雾魔影竟是出现了两只暗红色的巨眸。暗红色的巨眸中有着极其可怕的隐晦气息，虽然还没有什么力量爆发出来，但仅仅看着这道暗红色巨眸时，他们体内的神魂竟然都要破体而出一般。然而下一刻，从这暗红色的巨眸中竟是爆射出了一道充满无尽魔气，能够毁灭一方世界的黑色光束，直接是对着虚空上的苏佑威以及武瑶暴冲而去。这速度极快，眨眼间便是接近了苏佑威和武瑶二人。
而后者则是不慌不忙，最多只是觉得这武灵拳魔还真是极为的难缠，但并不会伤到自己。啊，我们的神魂要被抽离了，怎么回事？各大神势力的宗主脸色一变，没想到这武灵拳魔竟是觉得逃生无望，选择了鱼死网破。又是一道嗡声响起，一道5星的紫星剑意洞穿虚空，直接与那道魔影灭界光束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当即在这虚空上，仿佛有着龙皇的咆哮声响起，仅仅一道咆哮声就令的这片天地安静了下来，犹如是这一方世界的霸主出现，镇压了世间万物一般。巨大的紫金龙皇直冲那道带着毁灭力量的黑色光束，在双方相碰之下，瞬间爆炸开来。其中的那黑暗极致的魔气，携带着无尽魔之力量，在那剑意和气运之力的对碰下，却是形成了可怕的魔之风暴，疯狂地朝着四周席卷开来。